今天我们邀请了医院急救科的2位医生来给我们进行急救知识培训，我们感谢丁医生和吕医生。对，然后整个急救知识科普分为3个板块，分别是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再加互动问答。是要判断周围环境安全，那这就保证了周围环境是安全的，并且我这样的一个手势可以让周围的人也知道这块环境是不是安全。所以等会大家练习的时候，我们就是环境安全，这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判断环境安全之后，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观察患者是个人。非常好。好，那我们就来观察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反应呀？他到底是只是一时的睡过去了，还是真正的昏迷了？那我得判断他的意识。所以因此，我们应该到患者旁边以后，然后轻拍重拍啊。如果判断他意识没有了以后，再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拨打120。对，非常好啊！因为你不能靠你一个人去救他，对不对？你也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那是不是我要去呼救？我要让更多的人过来救他，并且让医务人员能够赶紧到。那接下来的话，你就要进一步的去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呼吸，可以去观察他的胸廓5到10秒钟。那怎么证明我5到10秒钟观察了呢？可以教大家一种方法来计算5到10秒钟，就可以用数4个音节来代表1秒。我们通常叫的1001、1002。所以因此，如果判断他的呼吸，我就可以1001、1002、1003、1004、1005、1006。好，那么我们判断了这个患者呼吸确实是没有这个呼吸了，这时候我要进行胸部按压了啊。那么按压的部位，胸部中央、胸部下端、胸部下端、中段部下端。啊，胸部中央、胸部下半段。我们用一个手的掌根啊，用掌根进行按压，不是用整个手臂进行按压，是用掌根进行按压。因此，我们一个手的掌根压在胸部下端，另外一个手应该是交叉放上去。第二的话，我们用按压不是用手腕的力量进行按压，我们是用背部的力量进行按压，用肩背部的力量进行按压。因此，我们要手臂伸直，你的肘关节、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在一个直线上面，跟患者是90度的垂直关系，我们才能用到背部的力量。1、2、3、4、5、6。我们说按压的频次是每分钟多少？100啊，100。非常好。按压的深度呢？5到6。至少5厘米，5到6厘米。那么今天这个上面有一个感应器，如果大家能够频次和深度都能按到位的话，这3个绿灯全是亮的。如果你按得太快，或者是太慢，或者深度不够，那么它的黄灯会亮。所以待会大家练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这样的一个深度进行练习。手臂伸直，用肩背部的力量，1、2、3、4、5、6、7，我们这样去按压。那一般来说，我们按压了30次以后，经2次通气，每人都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膜啊。然后大家可以试着推一下，我就可以把这个膜放在病人的口鼻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进行人工呼吸的话，那么首先你要把气道打开才能吹进去气，否则这个气是进不进去的。所以因此，我一个手放在他的额头的地方，另外一个手放在他的下颌骨的地方，啊，不是去扒他的这个脖子啊，也不是扒他的整个的下巴，而是用你的手放在他的下颌骨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呼吸标志的地方啊。然后大拇指放在他的下巴，然后抬起来，捏住鼻子，进行吹气。那吹气的话是1秒1次，连续2次。那么吹气的过程中的话，你眼睛余光可以看一下这个胸部有没有起来了。胸部如果起来，哎，你的吹气就吹进去了。如果胸部一点都没有起来，很有可能是你的气道没有充分的打开，或者是说你嘴巴没有包紧，漏气的漏掉。所以因此我们要做的整个流程就是30次按压，吹气2次，整个吹气的时间不要超过10秒钟，马上就要恢复我们的按压。好，你看到一个病人倒地了，好，环境安全。喂，怎么了？没有反应，快来人啊，去打120，去拿 AED。1001、1002、1003、1004、1005、1006，患者没有呼吸，立即进行抢救。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要做的话，你一个人的话，要做最多做5人5人30:2，做5次，那么就要换人了。因为一般来说，一个成年男性的话，体力就会不支了。看到一个比较倒地了，来，环境安全，安全，好，环境安全，来拍，打120，出来一点，哎，来帮忙，来，看到呼吸，怎么看？数100101，1002，1003，1004，1005，1006， 6，来，没有呼吸，开始按压，把衣服打开，手手掌跟定位，就在这儿，身体先开始，好，来准备，来，开始，来，3，开始看，按这个要绿的啊，好，非常好，6、7、8，好，非常好，这是绿的，2、3、4、5、6、7、8、9、20、21、22、23、24、25、26、27、28、29、30，来，这个打开，好，不要停啊，30次，30组啊，对，好，把它罩上，好，一个手，捏着鼻孔，一个手跟它的相合，来，抬脚，嘴要抱住它，抱紧，吹，好，非常好，再来一次，好，非常对了，来一次，再来，看呀，好，起来了，位置有对，地方找，好吗？来，开始，1、2、3、4、5、6、7、8，放你的手上，这是绿的，1、2、3、4、5、6、7、8、9、20、21、22、23、24、25、26、27、28、29、30，来，吹气2次，对，抬起来，对，抬起来，好，非常好，再来，时间长了，松下来，1秒钟呼吸1次，松下来1秒，再吹第2次，你得给它呼吸，对吧？来，再来1轮吧，好，准备啊，开始，1、2、3、4、5、6、7、8，非常好，手得抬，手要上，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来吹气，来自下颌，闭孔，开始下颌，松心，松掉，好，再来一次，抬高一点啊，抬高，好 ，OK， 好了吧，好，你醒了？基本上醒了，救过来了，你没事吧？也是啊，我们回顾一下，想一下整个的一个流程动作啊。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倒地了，怎么办？环境安全。好，来，你还好吗？没有反应，来，拍拍下子，没有反应，快打120，快打120。好，好的。呼吸，呼吸，没有快。呼吸，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没有了，就可以了，然后没有了就开始按压，对，好，来准备一起，好，开始，来，1、2、3、4、5、6、7、慢了8、9、10、11、12，好，下场这是对的，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好，把膜打开。开多少？把膜铺在上面啊。好，对，一个手把它抬起来，好，别住，抬起来，对，你的嘴抱住他的嘴吹，好，非常好，不要过度充气，好，松掉，再来一口，好，可以了，不要过度充气，准备啊，按坏了。准备，好，来，开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吹气，好，吹气2次，来，闭孔连上，手来抱住他的嘴，来，好，松掉，再来一口，好 ，OK， 好了，来，再来，对，开始，来，1、2、3、4，好，6，非常好，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好，尽可能的要把它抬高，好 ，OK，不要抱住多紧，再来一口。
好，再来一次。好，OK，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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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行了，行了，你可以行了。坐过来了，坐过来了，试一下，再试一下。那吹气没吹气？啊，对。然后这个手可以。行了行了，穿好衣服回家。撑着，然后撑着再做一次。这个手是抬起来。好，吹。再吹。嘴要包住他的嘴。啊，嘴包紧了吧？有吧？不够啊。不够，看好啊。这边倒是挺好。好。仰卧起科，你的嘴包住他的嘴，余光去看着胸脯，有没有起伏？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包紧。没包紧。起来一点。好了，好，可以了。那我把盏拿过来，垫子放开来，你们两个。你睡在上面，睡好，躺在上面一点，慢一点。可恶的炎热。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我演员的职业素养，哪怕我晕倒了，我也要把我的脸给镜头。天哪，怎么会这样？环境安全，怎么了，邱老师？你怎么了？你醒醒，没事吧？快打120，快点拿 AED， 快，醒过来了没有？没有，1001、1002、1003、1004、1005、 1006，好，没有呼吸。看一下，人归正了，对，你看，对。可以。哦。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怎么有反应？有效果了。行了。吹，对，仰卧起科，1001、1002，好，再来一组按压，好，按压，好，来，压，来，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再吹2口气。吓我一跳！不行了。好，坐过来了哈。好，先趴键盘上。这个情况的这个逻辑其实是极度的疲劳、低血糖，然后大量的咖啡因、电解质的紊乱，诱发了一个可能就心脏失常，对，你先自己演一下，然后或者也可能是单纯的体力透支、体位性改变，导致说心源性的昏厥或者心脏骤停，就这个是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刚刚那个是高温嘛，这个就可能是过劳。喂，没反应。你怎么了？走开点。没反应。你怎么了？你过来，没有反应，然后把它慢一点。自己给点力气，在那插着。不要。往上一点。你自己过去一点。再往上一点。救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快，你躺好。腿伸直。你怎么了？这位先生，不对，老板，来人，打120。怎么了？你还好吗？快点人打120。好，我打。打 AED。去拿 AED。你快帮我拿一下。没有 AED。1001、1002、1003、1004、1005、1006、没有呼吸。没有呼吸。开始按压。来，手臂伸直，你跪到垫子上，行了。胳膊伸直，来，不要再来，按下去啊！来，然后7、8，不要这样，4、5、6、7、慢一点。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
84、85、86、87、88、90、30。
还没醒，这个头抬得够高了，应该不用打那个是吧？要有两个体克，有的两个体克，对，然对，好，后头下去就行了。就假假的好，1001， 1001，再来一次，1002，好，立正直，手不伸直， 5、6、对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再来2口气，对，仰，头抬起来，头抬起来，好，醒醒醒醒！好，你笑了，给点反应，你肯定是醒了，太好了，好，太好了！啊，可以了，救活了，救活了，非常好，咱们4位刚刚演练的非常的标准，而且大家都学会了。那么在大家都做了一遍以后，那我现在想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出来啊？那么如果你在马路上面看到前方有一个人倒地了，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注意安全，确认环境。非常好，非常好。好，那么好，如果你确认周围环境是安全的，那你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去做呢？确认他是不是有意识？对，非常好啊，就是判断他有没有反应，到底意识是不是真的丧失意识了，对不对？好，那么你在刚刚大家都在施救啊，那么你在施救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我要进行胸挖压，我到底压什么部位呢？胸部中段，胸部间中部，然后胸部下段。胸部的中央，对不对？胸部的下段。非常好啊。那么我们知道一定是压在当中的地方，不要压在两边，两边会累着的啊。好，那么我们掌根压。非常好，一定是要用掌根压啊，用掌根压啊。那么好，我们说我们压到底以多少的频次去压呢？每分钟100到120。非常好，每分钟100到120这样的一个频率去下压啊。你也可以心里打双节拍，或者是默数一个歌啊，歌的那个节拍来指导自己去达到这样的100到120次。那么我们压的深度是多少呢5到6。非常好啊，整个下压胸部，因为压得太浅，它血流泵不出去，达不到我们心肺复苏的一个目的。啊，好，非常好，大家都掌握得非常好。AED 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好吧？其实它就是一款散刮机，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无论是它长什么样、什么型号，就是6个字，叫开电源，听他说，他说什么咱们做什么，就这么简单。我们这款 AED 的话呢，今天是个模拟机，它不会真正放电，所以等一会儿你用的时候放心使用啊。这里绿的是电源的开关，你要认识啊。这里看到一个电吗？闪电吗？就是它电充满了以后，你们要来除颤放电的开关。在用的过程当中，它这里有电极片，电极片上面你也不要去担心它，你不知道怎么去贴，它把位置都给标好了，它标的非常清楚。这是哪里？左胸。右边的左边，想想，我让你想想。我们反向你们是记下的对吧？右边这里对吧？贴在锁骨的正下方啊。这个在哪里？左边啊，就是一中线，就是一窝的正中线，靠乳房的外侧这里啊，贴到这里就好了，好吧？所以任何一款 AED 拿到手以后不要慌，电源打开，按照它的指示去用就好了啊。场景就是我在救病人 AED 来了以后怎么使用。AED 到了。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贴上电极，插入插头。正
正在分析病人心路，不要碰触病所有人人。都离开。建议除站，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所有人都身体。离开。立刻进行除站，按橘黄色按钮。除站完成，暂没有停。立即开始按压。如有需要，开始新。好，就这么简单。1、2、3、4、5、6，来 AD 到 ，AD 到了，那就使用，就放口部，就放白色放。好，开，开电源，绿的，很好。听他所有说，人离开。没有来，还没有。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病人修复的上。还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将电极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修复的正确。贴上电极，插入插头。还有一个，注意听啊，注意听。正在分析病人心路，插入插头，不要碰触病人。所有人都离开。建议除站，正在充电，所有人都离开。不要接触病人身体，这厕所。不要立刻进行除站。所有人都离开，离开，离开。除站完成，继续按压。暂停充电。好 ，OK。如有需要，所有人都离开。心肺功能复苏。离开，离开。进行除站，按橘黄色按钮。除站完成，继续按压。就是完了以后就继续回归按压。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他会更行了，然后就然后不用啊，对，还是对，想离开离你，再次不需要启动它的声音就 OK 了。就出唱完了以后有立即好，回归按压第二。个，就等着下一个人再出餐。好，非常好。非常好啊。正在按压，给现在施救啊！1、2、3、4、 4、5，来 AED 到。到了。打开，开电源，开电源。打开电源。好，听他说。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贴上电极，插入插头。注意听啊，注意听。正在分析病人心路，不要碰触病人，建议除站。正在充电，建议不要接触病人身体。正在充电，立刻进行除站，按橘黄色按钮。除站完成，按橘黄色除站完成。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就这样。老师，所以在这个看完了之后的话，它的按压是按一会儿的，按30次。 30次，一直到抢救恢复了以后。 30次之后用了30比2 AED 之后还要用那个人工呼吸吗？要的呀，30比2，一直30比2往下做。然后你就接下来经过你传输过来以后，直到2分钟到了 AED，他会再次进行分析的时候，他让你离开就离开，他让你干嘛就干嘛就可以了。刚刚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对吧？这个就是肾上腺素比，先来做它，你再往前来啊。然后你把这个拔下来，这个拔下来以后，第一个右手拔下来好，把这个拔下来，拔下来以后，就是打人，打好就没有做处理的，对。然后听到咔的声音以后，你就是拿掉，他其实就是隔着衣服打的，按摩。对，他隔着衣服，他拔开衣服，然后特别听到1002、1003、1004、1005、1006、1007，把这个拔下来，拔下来以后，就是打人，打好就没有什么是无理的，对。然后听到咔的声音以后，
你就是拿掉，它其实这是一个按摩。对，它可以按摩1001、1002、然后哥哥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10，好了，可以了，就这样，好吧？来吧。那你俩再换个位置。好，也可以。好，没错，位置了。好，再往别动。好，再下去。好，可以了。好了，可以了。顶住之后，那还自己那个。自己也可以啊，你走过敏了，你那时候顾不上自己，你会很不舒服的。拔掉，然后开始1007、1008、1009、10，好了，可以了，然后就这样，好吧？来吧。那你俩再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就是他这个体量。换个位置，好，可以了。好，你来打他了。右手来，打下去。好，可以了。1001、1002、1003、1004。这个不用，这是正常。怎么了？然后录一下。1007、1008、1009、10，好了，可以了。好。顶住之后，那还自己那个。手就是打手。最好是打大腿，因为大腿旁边的这个肌肉是都收缩一下，它其实打到皮下，它其实是打到皮下的。两侧大腿两边都可以，因为它是有点深的，你如果打在游戏里都是骗人的，游戏里面打肾上腺激素都是。那当然手臂非常发达是可以的。好，那你可以。这个肾上腺素只可以打腿，大腿嘛。游戏里都是骗这个意人思打在大腿，因为你打其他地方非常发达也可以。对，对啊，这个地方也可以，非常大对。肌肉发达。皮下。那你得试试打。肌肉发达也可以。对。我这也可以打呀。你打腹部也可以呀，腹部也是可以的，腹部就是肌肉脂肪比较丰富的一个部位。那你不用打。一般就是大腿吧。那个肌肉那个。比较安全一点。打大腿比较安全。要保证安全嘛，对吧？那就三头肌也可以。三头肌可以的，腹部也是可以的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止血包扎啊。那么在我们这边的话，每个桌子上面都有止血的东西，大家看。再接下来的话，如果他的这个手臂受伤了，在他的这个上臂的地方受伤了，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首先把敷料打开，把敷料压上去，压上去啊！注意，第一次压的时候是要有一点压力，就是要把它止血啊。那压的时候呢，可以扶住。整个这个地方是。对，它这样的是会比较大的啊。那么压的话，要压一会儿。那么最希望是通过压一会儿，它就止血住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哎呀，我再看看，止血一会儿再看看，不要先压一会儿。好，那么血差不多10秒。对，现在也可以默数，先压一会儿。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1010、好，差不多了。好，这时候的话，我就可以这么来。这时候就放开了。这时候的话，就一个手进行压，对，另外一个手的话，你就可以把绷带准备出来。那这时候稍微，如果你这时候不方便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了。这时候就可以就可以离开了，就放这边。然后这时候呢，过来包扎的时候呢，从外面这样子，从下面放，先环形包扎两圈。从下面。对，先环形包扎，给点压力。对，环形包两圈，然后再逐渐往上，好，可以拉的时候稍微起飞了。对，好。我没有剪刀吗？没有剪刀就是手扯。没有剪刀就全部插。就是下面可以伤口低一点，上面伤口高一点，就试一下，然后当中这个可以整个就包住了。好，如果包的差不多，那也是，就是第一圈以2次环形开始，最后一圈用2次环形结束。好，这时候包好了，这时候就拿剪刀，都是把衣服撕下来，然后那个。其实还可以这样撕一下。对，可以。如果有胶带，这里都没有胶带的话，没有这个胶带的话，撕一块布，撕了这个布。然后在野外记得穿格子衬衫。你只要需要的2个敷料加绷带。
你压迫也如果有一些小的伤口，你压一会儿，你在就交代旁边交代一贴就行。但是如果大一点的伤口，有些孩子还比较厉害的，那这时候就是建议压为主，压好了以后再来包扎的时候，尽可能的要稍微紧一点的，要有点压力的，让它这个地方是起到一个绷紧。你手虽然松掉，但是它也是个绷紧状态。不要压上去，第一次压的时候是要有一点压力，就是给它压上啊。那压的时候可以看。假如这个地方是对，看下部压，下部压上。压的话要压两个也压一会儿，用你的掌根部，压根部压住，那么在压一会儿呢，尽量不要，哎呀，压一直到它不出血为止。好，那么血差不多10秒。10秒，对，可以过。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8、1009、10。可以，这时候就放着，它反正不出血了嘛，把这个打开。对，另外一个手的话，你就可以把绷带。这时候稍微如果你这时候不让你开的话，也可以开了。这时候就可以开，就放。然后这时候翻过来，包扎的时候呢，从外面这样，从下面先环形包扎。压一点，要给点压力，对，再来，然后再往上，可以拉的时候也可以对。这里有剪刀。如果没有剪刀的话，没有剪刀就手扯就好。没有剪刀就全部拆。不要拆完。那我要听着讲，说没有剪刀就撕一下，我现在没有剪刀就当不就那么严重。撕一下，这个。就是第一圈2次环形开始，最后一圈用2次环形。这个地方一般来说给它折一下，找一个双长形啊，上面一条，再来一条。都是把衣服撕下来，然后那个。对，可以。就是你在野外的话，没有这么一个条件的话，你就是撕一块布，撕一个衣服。然后在野外记得穿格子衬衫。然后，如果要是出血比较严重，你压迫也不行的话，其实可以在伤口的上方，靠在心脏的这一方弄一个止血带，对吧？这时候就是压好，扎一下就好。包扎的时候，尽可能的要稍微紧一点，要有点压力，让它这个地方是起到一个绷紧。你手虽然松掉，但是它也是一个绷紧状态，让它进去就可以了。这个止血带要一直扎。没有，要过10分钟要放松，那么放松一次，对，再换一下，放松给它血循环要过来，等会儿再扎。如果你要止住了嘛就不去。盖住它的伤口，盖住里面，中部这边，然后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去压，先压一会儿，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好，这时候你压的差不多了，你松开看，哎，没血了，这时候的话你就开始绷带了，绷带包的时候。反过来包，对，这样子，好，从下圈下圆，好，这时候，好，对，换2圈，一圈，再换紧一点，好，2圈完了以后就可以往上延了，对，往上延一点，延的时候稍微用点力，你一个手一直放在上方的这个位置，好，然后一旦离开了，另一个手就上去，非常好啊。上去，当中离开就重叠的可以稍微多一点点，重叠的是可以多一点，然后重叠的多一点，对，紧吗？那我再来紧，应该是起压感。
好，到外圈，上面再来2圈啊。一圈。就是这时候就环形了，不用再放上。好，2圈。好，这时候可以用剪刀的，剪刀的，好，剪刀这里多一点。OK， 很漂亮啊。好，这时候剪刀。长根加紧。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好，这时候你家差不多了，现在看回血了。这样。现在包着。然后要给他点压力。反过来。对，好，下去下一个。是，马上就止住了。好，完全完了以后可以往上。对，马上啊，你一个手一直放在3号。然后一旦离开了另一个手上，那么多。当中开始重叠的剪刀剪影。好，重叠的手。可以折一下，折个光边。一般贴2方是这样的，这时候就环形了，不用再往上。OK， 很漂亮啊。好。手套脱掉吧。非常好。没有天赋。可以了。包的比我好看，哪里瞎说？自己看。好，非常好。大家都是这个老热视频。3指。这趴我来学上甲板，也是2两开始啊。如果在野外的话，你就可以运用野外的一些资源，树枝呀，这时候的话，你就那个啊，先把它。一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打折，你手用的这个甲板的话，要多那么这是关键，它的一定要是如果在是在这里的话，还会就会更长一点啊。如果究竟有这样才可以，如果没有材料，用树也可以的，不说。接下来，那你在运动之前，你是把所有越过这个关节的上方，电上充电，电上充电的话会调到它的受伤的地方。这样子是对。一般来说，如果有纱布的就是纱布，那么用力过以后的话，那么我围巾啊，这个方式的话，可以用，如果书面那些纸样袋子都可以，或者是就可以用这样的袋子。一般是扎3道，中间刻一个。它的最重要的步骤是。正常，要刻意。这个你来扎。就是你扎在松紧地上。就扎这头。对，扎在最上面。最重要的。可以拿着，可以扎，你两手扎。扎一个结。对。3道。好，3道，当中头端、尾端，再来一道当中，长一点。天哪！对，因为你这个地方扎的没关系的，它外面有书保护着它，不会打雷。好，这样子是不是它整个是很棒啊？那么不管它是扭伤还是真的骨折了，那这时候它就保护到它的关节。
这些地方不会受伤了。对，很好。铁臂阿童，给个那特写，有安全感，我的手里。没有书没有书可以借用别的东西。硬不行。比如说，就是你正好要有一块把它包住，你看看电视里面它那种树枝都是行的，布包一包，在里面包一包，还有2块树枝，或者有个板儿，或者是有什么报纸啊什么什么，你给它稍微厚硬的东西都可以，硬要来支撑住，要稍微支撑住，你不能说就包在外面软它是不行的，稍微可以硬一点的2个一起夹。那要多米？这讲120。你就地取材啊，比如说把那个直接把衣服。大部分的情况下，这种小板儿，树枝，把这衣服拆了，对吧？可以能够稍微硬一点的，能够支撑住两边，让它不要活动的这些东西。好，这是一根松带。一般来说，他手会水肿，基本上就是我们会给他一个橡胶筋。我的天！然后呢，把他的现在是个伤他的手的末梢要露出来。那如果左手也是幸运的，那没办法。再高一点。就是有问题。还是要吃饭。他那边那个，感觉吃了个肚兜。一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地方骨折了，你所用的这个夹板的话，要拨这个关节，一定要是拨。如果你要是在这里的话，那你肯定要更长一点啊，要这样才能固定住，好吧？那么我们就假设是这里。那你在固定之前，一般里边因为你要夹住了以后，你里边要垫上衬垫的，垫上衬垫的话会阻碍到它的会弄伤，然后血液循环也不是太好。对。一般来说，如果有纱布里就是纱布，如果是没有纱布里，就是可以用一些衣物啊、围巾啊什么都是可以的，是吧？这两边垫上，是吧？两边垫上，然后把这个卷起来，对，卷起来这样啊，你帮我扶一下，然后用这个。你来，一般是扎3道，当中先刻一个，扎一下，扎起来，直接扎，可以扎。它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对，就扎起来，也不要太紧，就正常，要可以移动，太紧了，就是你扎的松紧，就是这样可以移动就行了啊，对，好。我以为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一下，不是，对。3道，要3道，当中先固定1道，2端再来1道，长一点，有点不够，再长一点，有点不够，长一点不要紧，等一会可以再剪掉，注意别剪到手，当心。我的天哪！对，不对，这种大的东西，它外面有书包，对，这样。我过这扭伤是真的很值得，这是我给你保护的。好，再来1道，这里再来1道。可以都用上。对，3点，对，很好。铁臂阿童。对，给个特写。够吧？不太够了是吧？就这么安全感，我的手。现不要放在对。刻一个死结吧，再刻一下。没有书可以借用别的东西。硬比如说，就是你正好要有那就行。你看在电视里面，它没有的话，它可以。布包一包，包一包，还有2块树枝，或者有个板儿，或者是有什么报纸啊什么，你把它凑在硬的东西都可以，只要能支撑住就好。稍微支撑住，你不能说包在外面软，它是不行的。稍微可以硬一点的2边夹。厉害。医生平常就这么做。你就地取材啊，比如说，这不算你，他们都是拿那个直接把衣服撕下来。大部分的情况下，这种
小板儿，或者把这树枝，个把这拆了，对吧？可以能够稍微硬一点的，能够支撑住两边，让它不要活动的这些东西。好，撇地啊，就可以了。然后来，可以做一个吊带。一般来说，他手会水肿，基本上就是我们会给他一个三角巾。这个知识的话，刻上就好了。我现在是个伤患。哦，这样。哦，中午饭没办法吃了，需要有人喂我，给我左手也穿上。猜猜，然后再把这个包好像拆礼物。把这几个哎呀！对了，这个可以放在这，转过来，对，放在拆掉。太严重了吧？包好像拆礼物。哎呀，恢复如初。那你们可以自己吃饭了。算了，再绑一会，包的没有效。呀，简直看这像这种可以自己绑，可以绑腿，但是绑腿你肯定可以的，你的手你怎么绑？你有牙。我说假如啊，假如我说假如。假如你一个人，你扎不上去的呀。就是如果是没有你怎么扎？哦，你的手是动不了的，可以把衣服脱下来，然后直接用嘴巴。那也行，反正总有办法。总有办法，能捧上就行。好，那么这一趴的话，我们来讲哈姆雷特啊，你是不是哽住了？好，他说他是哽住了。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确定他的哽住了以后呢，那我们怎么办呢？先在两个肩胛骨当中进行用力拍打5次，1、2、3、4、5。真实拍打是要重的，要很重，要非常让他头低。因为你的目标是什么？通过胸部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然后呢把它踏，让它那个花生米能够远远的吐出来啊！当然不是这么拍了啊，也是用掌根，然后扣住，然后这时候你发现如果异物还没有出来怎么办？那这时候我就到它的后方哦，我到它的后方。第一个，大家看我的腿啊，弓字步，一个腿一定是在2个腿当中，弓字步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找到肚脐。啊，男性的话可以找到他的皮带、腰带的地方，在他的这个上方，肚脐眼的上方2个指的地方。好，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一个手握拳，刚才记得吧？全心朝里朝外。朝里。非常好，朝里，全心朝里。然后另外一个手怎么办？包住我的拳，是不是？然后向内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让他尽可能的头低一点，让他吞下去，然后向内向上的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方法就是让他胸廓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冲击，让他的这个异物吐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在整个冲击5次以后的话，如果异物还没有出来的话，我们再背5次和冲击5次。那么直到如果发现它软瘫下来没意识了，这时候我弓字步就起效了，我2个手一撑，把它慢慢的把它放下来，就把它放下来，进行。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哽住了？好，先到他的侧边，先到他的侧边，侧边，人在侧边，对。1、2、3、4，快给出来！双腿张开。能动。1、2、有在认真的演绎。出来了。怎么样？舒服吗？啊，舒服。这什么呀？这么大的桃核。脸都不涨红了。被哽住了。被哽住了。点头。好，现在他侧边帮他拍背。2、3、4、5。然后没有出来，放到后面。两腿好，两腿打开，不错，进去。好，找到他的脐部上方。身体稍微前倾一点，头低一点，对，好，来，冲击1、2、3、4、5，来再拍背。好了，就过来了。背部拍的话，用点力气啊。刚刚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啊，小婴儿的施救跟成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拿一个椅子，坐在椅子的前半部啊，前1/3。如果没有椅子的话呢，你就是跪在地上，膝盖啊，这样跪在地上这样去
椅子1/3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这个腿可以成一个斜坡位。如果你要是坐满的话，可能这个腿的话斜坡你就斜不下来了，是吧？你的虎就是叫虎口，对吧？对，虎口要托着它的下颌骨性部分。如果你要朝下的话，你可能就把它气管给闭住了啊。虎口骨性部分，让它骑在你的胳膊上，放在你的腿上，你这样就支撑住了。然后是铺拍，是吧？也是肩胛的重点，1、2、3、4、5，对吧？5次。完了以后也是的，虎口对着它的枕部，要掐住它的脖子枕部的部分。2个手夹紧了以后，手臂夹紧了以后转过来，一定要夹紧，不夹紧小鱼团就会掉，对吧？然后这条腿再伸出去，斜坡位，对吧？然后在刚刚按压2个乳头连线重点这个地方，用掌刀部1、2、3、4、5，对吧？同样的方法，翻过来，1、2、3、4、5，明白了吗？前后都一样。下颌，对。这不是闷死他了吗？哎，不是啊，你把它整个留下来，下颌呀。对。你换腿的时候就2个手都要夹紧，不是换手一直都没有声音，没有反应，你就要拍5人。你快哭啊！哎，那个如果堵塞了那个东西，堵塞了那个气管。吹出来的时候，在吹气，你在吹气之前要看一下这口腔有没有，如果要是出来了看到了，你就把它抠出来；如果看不到，也不要硬去抠。你不可能堵死的，就即使是堵死了，那你在吹的时候就有压力，那个血管那个气管壁会张的，会张的，会张开的。你吹的时候，气还会过去的，所以不影响，好吧？还有小孩卡住了，卡住了，屁股高，对，1、2、3、4、5，2个手夹紧，夹住，那条腿出来，对，胸部高于头部，1、2、3、4、5，翻过去，夹住，1、2、3、4、5，夹住了翻，1、2、3、4、5，哎，火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就过来了。夹紧，翻过去，对，1、2、3、4、5，放你腿上啊，放在腿上支撑好，1、2、3、4、5，你的手臂夹紧，翻过去，1、2、3、4、5，翻过来，1、2、3、4、5，呀，哇！好了，可以了。有义务，你走哪儿？我会干。放在你腿上，来，1、2、3、4、5，夹紧，翻过来，放在这个腿上，对，然后1、2、3、4、5，夹紧，翻过去，1、2、3、4、5，翻过去，翻过来，1、2、3、4、5，哇，小孩哭了，啊，哭了，巩固一下。哭了就好了啊，可以了，好，非常好，非常好，好，你也这样做啊。1、2、3、4、5，再翻过去，然后1、2、3、4、5，哭了，哭了，你要做到就是你放的时候的话，你稍微低一点，然后你这个手是托着的嘛，你这个手一托的话，你正常就要保持正常的高，正常的低就可以啊。那么你到这边的话时候，你这个手也是托着的，你保证这边低这边高就可以了。你怎么样能够支撑住你的整个手臂？你怎么来？你这样支撑你方便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也可以，你也可以。好。这样什么？回顾一下，看到有一个人倒地了以后，我们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保证环境安全，判断他的意识，了解他的呼吸。那么当他心跳、呼吸都骤停了之后的话，我们开始我们的急救。我们学了我们的心肺复苏，胸外按压，然后我们学了我们的人工通气，对吧？来进行救治。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针对急救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还学习了 AED， 是不是？那么如果有 AED 到了以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如果再有外面有 AED 到，大家敢不敢使用？敢，傻瓜机。对，傻瓜机非常的热，这因为AED 就是给飞行人员使用的，所以任何一个飞行员都可以去使用它。好，那么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的急救的知识，我们的胸外按压，我们的人工通气，我们的 AED 使用。那么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什么？这爆炸。非常好啊，我们包扎，因为我们可能在外面，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户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受伤，对吧？我们要学会止血、包扎，对吧？那么给大家教了包扎。还有，如果万一我的腕部受伤了，或者是我骨折了，对吧？我的夹板固定，我们也教大家了。那么大家以后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话，如果碰到你周围小伙伴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可以帮他去进行一些施救。那么同时我们还教大家了，如果碰到花粉过敏了以后怎么办？使用什么？肾上腺素笔。对有时候的话，我们在一些比如说你的剧组里面，可能会急救箱里面会放一些急救用的物体。如果真的我们考虑它是花粉过敏啊，或者是出现过敏了，那这时候你是肾上腺素对他来说是非常管用的所以我们学会了我们肾上腺素笔使用。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如果在日常工作中看到别人哽住了，汤团哽住了，青团哽住了，花生米哽住了，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轻微的哽住要拍，但是如果是严重的哽塞的话，那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肺部冲击法以及我们的哈姆雷克冲击法。所以刚刚大家做的非常好，我们背部拍背以及我们的哈姆雷克这样的冲击法，来保证它的一个义务的一个清楚。那么以及我们学了成人的，我们还了解了我们的婴儿的。婴儿如果出现哽塞的话，噎住了的话，那也是非常危急的。所以我们要掌握婴儿如果出现哽塞了以后，如何进行拍击，然后进行排队，直到婴儿能够把医生弄出来。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看到我们4位的演员大家表现得非常的出色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视频学习，我们的讲解，大家的一个练习，大家都把所有的知识都掌握住了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后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可以把自己掌握的这个知识。当然了，我们希望永远也不碰到有人需要凶案呀。但是如果一旦碰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应用上我们的知识来保证他们的一个安危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员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那么今天是我们的内容，谢谢大家。今天学了那个心肺复苏，然后那个人工呼吸，然后 AED， 然后这一趴的话，心肺复苏的要点，我觉得就是认识到了原来是掌根，然后按压的位置，这个很重要。然后那个人工呼吸的话，就是一定要用你的嘴巴包住那个失去意识的人的嘴巴，然后呼气的时候要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一定要有起伏才有效。然后 AED 的话，就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然后今天通过学习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急救工具它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听它的口令操作就行了。对，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敢于使用。好。对，还有那个骨折包扎的部分，还有止血的部分，还有那个花粉过敏的时候可以用肾上腺素就对，还有那个被食物噎住那个气管的时候，可以进行紧急的一些操作，包括婴儿的部分都学到。非常棒。然后知道了这个肾上腺素怎么用，第一次知道，然后就这么扎进去就行。好，非常好。所以言而总之，就是这些急救的方式，大家都一定要好好学，好好看，关键时刻真的能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是的，然后当然是希望就是大家不要碰到这些比较紧急、不太好的情况。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就是人工呼吸，你们在外面救治病人的时候，如果是遇到小孩、青少年、小朋友、中学生，就是无论你认识不认识，都要积极的去进行可对口人工呼吸，因为他们的心跳骤停基本上是因为呼吸的原因所导致的。当然，对于年纪大的人，他们可能是心脏的原因会更多一些。如果要是在现场，他有家属能够提供他的意识资料，证明他没有传染病，你们是可以去救治的。如果现场都不认识，你们也不认识，那就完全可以不救治。美国有的临终医学可以连续按200次，基本上这个就是5分钟了，基本上就是120就来了，就是你可以不去进行呼吸，好吧？还有你们在救治过程当中，中国有好人法，
你去救治的时候把它按断了，或者是按照什么问题了，不会法律不会找你们承担责任的。救总比不救要好，是利大于弊。不要担心我不会，不要担心，说我没有这个证书啊，我救完了以后会不会像那种碰瓷的来找我算账？那是不会的，有好人法的。